哎，这一台机器呢，我们等很久了啊。这是这个 WPN 他们出的锥刀71的大刀盘，名字叫做 Konos。这台是 ZP-1， 这平刀的哈。这个 Konos 比较高，因为它这个锥刀呢，本身就比较占体积嘛，对不对？再往下看呢，清粉器。它们两个都一样，它就是里面有个静电装置在这里，上面的刻度盘啊，一样是0到30，然后无段的。接下来呢，往下看，接粉的粉碗不一样了哈。这个粉碗是这样子的，它就是方便你拿起来敲一敲，粉就下去了，就可以填压，直接扣上来，把手直接扣上来。好，这个是 Konos 的。之前 ZP-1 就是下面有个磁吸的，固定住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放高一点。再来呢，按钮有不一样啦。这个 Konos 有2个，这个是电源，然后转速在这边调，这边是它的转速显示，就不用瞎子摸象了，对不对？多的那一颗按钮是干嘛的呢？这颗叫 Turbo 键哦。那为什么要拉500呢？为什么要突然一个高转速？就是它帮你把里面的粉甩出来，快拆的，超级快，转就打开了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一转就打开了，超级快拆。所以平刀的长相是这样，锥刀在这里很大哦，外刀盘在这。里面刀的刀体结构不一样嘛，平刀的就这样就研磨了，锥刀的话高了这么多，对齐就可以了。超级快拆，这个是我很欣赏的一个点，你知道？然后2个一样都可以用那个拍粉器把残粉吹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次就不用了。待会直接磨了。我们先4个手冲好了，好不好？2个都喝一下了哈。我们手冲大概是刻度，它总共30嘛，我们用15，好不好？中间就可以了。手冲我们用这个浅焙汉马修醇，先用这个 Konos。磨完了就 Turbo 开一下，把它喷出来。然后这个 ZP-1， 它平刀的要先开机再倒豆子，容易卡哦。这 Konos 的粉杯是这样子 ，ZP-1 的。这个呢，不太一样飞龙记这支他们新的手冲壶，蛮好用的哦，功能多了很多，手感不错。这2个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喝呢？2个表现不一样哈，这个锥刀的细粉比较多哈，然后这个平刀的。感觉片状，直接喝喝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喝这个锥刀的。哎呦，再来平刀的。这个。这一台呢 ，Konos 它的这个如果拿来做手冲的话，觉得 body 比较重，挤挤的，那也许它做浓缩表现会味道更修饰一点。然后这个做平刀做手冲呢，香味蛮上扬的。但是这2台平心而论哈，如果做手冲的话，你会觉得味道就是比较挤挤的，因为细粉量都比较多我觉得啦这2个应该都是做浓缩会比较适合。
所以我们来测一下浓缩，好吧？按照惯例不用称了，把它装满就好。先做 ZP-1 的好了。那它刻度大概是在哪里呢？如果是E4的话，从2到3开始测。Konos 是可以直接用把手装上去，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个接粉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。这个是 ZP-1 的浓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嘿，我跟你讲哈。这个 Konos 做出来的浓缩啊，味道还蛮作弊的哦，甜度很高哦，然后 body 也表现不错。平刀是比较忠实一点了哈。那待会我们就好好的说明一下这个 Konos 它的优缺点，我个人的感觉，好吧？这个 Konos 这个 ZP-1，这两台都比较适合做意式，我觉得。那刻度的话呢 ，ZP-1 我这边是用3，然后 Konos 呢我是用到4.5。口感上面呢，我比较喜欢 Konos 的，甜味比较好，就是味道比较有修饰的感觉，比较饱满，比较扎实一点。按照惯例啊，先讲缺点再讲优点，好不好？缺点呢，它这边都会有一个套子嘛，对不对？原本这个也有，这个材料呢就是很吸粉，你知道吗？就上面会有粉，残粉，我没有很喜欢。你要保护你可以套起来，因为它可以保护下面这个接缝的轴承。但我觉得手感上我没有很喜欢，所以我通常会拆掉。接粉器啊哈，虽然你这样做，它可以直接上把手，跳一下粉直接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哈，如果要做的话，这个锥度要长一点，要不然你很容易放进去，它没有对齐，对不对？那你扣上来，它就粉露出来了，落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接粉杯，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选择才对。而且它由于它是直接扣这个扣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里其实很容易就受伤哦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完整型的，你就有点难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粉碗很有改进的空间了哈。这一台我们工作室还蛮常用的。如果有一个类似接粉环的东西，有没有放上来，然后握把在下面这样，会不会就好很多？看看他们官方有没有什么想法吧。希望之后会推出改善这个问题的套件。由于它这个是锥刀嘛，对不对哈？它这里面的这个空隙啊，就是比较多，跟平刀比较起来，它的死角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残粉的量会比 ZP-1 高一点。好，当然呢，它有做一个 Turbo 键嘛，你可以搭配这个排粉器用，对不对哈？你看有没有会好一些？但是它感觉上它比 ZP-1 的残粉多一点。好，就是它的这个刀体的结构比较难避免。好，这件事情。好，再来呢，优点哦，它这边不是多一个转速的面板吗？我觉得比之前直觉了哈。还有这个 Turbo 键嘛，对不对？Turbo 键就帮你把粉甩出来的。Turbo 键我觉得蛮实用的。ZP-1 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加快转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习惯同一个转速的时候，你下一次要转回来的，那它又没有那个数字仪表板嘛，你就只能再调回来，再对准它，有没有？
就比较不直觉。然后呢，优点，这一台的味道非常好，就是它做意式的味道特别好。就是如果喜欢喝这个 SOE 啊，做这个单剂量的这一台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共通的优点就是他们超快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常常换豆子的人，你要追求味道，每一支很特别独立的，这个超快拆，我觉得是很棒的，就是他们这个系列，我觉得最大的优点，清洁很容易嘛，然后残粉率低，然后它的残粉率比它高一点点，然后最大的缺点呢，它比它贵大概5、6千块啊。今天这个 Konos 我们大概就测到这里了，然后这个呢目前没有货，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预定啦，如果到了我们可以先发给你们，然后大概时间会在11月底。那咖啡展的时候，在 Tiamo 的摊位会有实机展示，你们可以去测一下实际的味道，真的味道很好，好不好？今天影片到这边哈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。